近日，围绕肖战与陈情令相关周边产品授权问题的讨论，再次引起不少网友关注。有人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演员本人没有继续授权某家公司使用自己的肖像，那么后续推出的相关商品究竟凭什么使用演员形象？而当网络上出现不同版本的说法时，我们又应该如何判断其中哪些属于事实，哪些只是情绪化解读？今天，我们不妨把这件事情放慢一点，从授权、角色、作品以及网络舆论几个角度来分析。根据目前流传的相关说法，肖战自2019年之后就没有再向陈情令相关制作公司中的部分主体授权使用自己的肖像制作新的周边商品。如果这一说法与实际合同及授权文件相符，那么它至少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演员是否参与某一作品，与公司是否可以长期、无限制地使用演员肖像，并不是同一回事。电视剧是一项集体创作，但演员的肖像权、姓名权以及相关商业权益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属性。也就是说，一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并不意味着剧中演员的个人形象就可以被任何商业主体随意拿来制作商品，进行宣传或者用于商业营销。因此，当我们看到某些陈情令周边仍然存在其他演员形象，却很少看到肖战相关形象时，与其马上把它解释成某种复杂的内幕，不如先从授权范围、合同期限以及具体产品类型去理解。毕竟，版权问题最重要的不是情绪，而是证据。陈情令播出之后，剧集热度迅速上升，魏无羡这一角色也成为许多观众记忆中的经典人物。对于演员而言，一部作品成功之后，通常会产生大量衍生价值，例如海报、写真、徽章、卡片、服饰、玩偶以及其他商业周边。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电视剧中的角色属于作品的一部分，但演员本人却不是可以被永久绑定的商业素材。如果演员与相关企业之间的授权已经到期，或者演员没有继续授权，那么企业是否还能使用演员肖像，就必须回到具体合同和法律关系中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授权两个字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同一个角色可以属于不同的权利体系，同一件周边商品也可能涉及作品著作权、角色形象、演员肖像以及商标等多个层面的权益。所以，网友看到没有肖战形象，却出现其他演员形象时，自然会产生疑问。但这里同样需要保持理性，我们不能仅凭商品上有没有某位演员的照片，就直接推断谁授权了谁没有授权，更不能把未经证实的信息当成最终结论。肖战曾经拥有设计相关学习和工作经历，因此很多粉丝认为他对于视觉作品、版权以及商业使用规则的敏感度可能会比较高。这种观点可以理解，但我们也应该注意一个区别。有设计背景可以成为理解一个人版权意识的角度，却不能直接作为判断具体授权事实的证据。真正能够证明授权关系的，仍然应该是合同、授权声明、企业公告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开材料。这也是我们在面对娱乐圈新闻时非常容易忽略的一点。一个人的职业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选择，但不能代替证据。陈情令最特别的地方之一，就是魏无羡这个角色已经超越了一部电视剧本身，成为很多观众青春记忆中的一部分。肖战饰演的魏无羡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只是因为造型或者剧情，更因为演员通过表演赋予角色鲜明的生命力。但角色成功，并不意味着演员必须永远停留在这个角色身上。演员完成作品之后，继续寻找新的角色、新的挑战，本身就是职业发展的正常过程。因此，所谓把魏无羡还给原著和观众，如果作为粉丝对演员职业阶段变化的一种理解，可以体现观众对于作品与演员之间关系的思考。作品会留下，角色会留下，观众的记忆也会留下，但演员本人仍然拥有继续前进的自由。
如今的网络环境中，最容易传播的往往不是完整事实，而是一句足够刺激人的标题。例如，把授权问题包装成某演员与某公司彻底决裂，或者把商业周边问题进一步延伸成各种未经证实的关系猜测。这样的内容很容易引发讨论，却未必能够帮助观众真正了解事情。尤其当不同账号不断重复同一种说法时，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说的人多了，就一定是真的。其实恰恰相反，网络传播中的重复并不能自动变成证据。对于肖战、制作公司以及陈情令相关商业权益的问题，最理性的态度应该是把已经确认的信息和网友推测明确区分开来。如果存在正式授权文件，就看授权范围；如果存在合同期限，就看合同约定；如果企业发布了正式声明，就以声明内容为依据。而对于没有证据支持的说法，则应该保留判断。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涉及娱乐行业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演员到底应该拥有多大的商业肖像自主权？一部影视作品成功之后，演员可能因为角色获得巨大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是否意味着演员的个人形象可以无限期地被商业化使用？答案显然不能简单化。随着粉丝经济、IP 商业化以及影视周边产业不断发展，演员、制作方、平台、版权方之间的权益边界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观众来说，支持喜欢的演员当然没有问题，但真正成熟的支持并不是看到任何争议都立刻站队，而是愿意了解事实，辨别信息。这不仅是对演员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关于肖战与陈情令相关周边授权的具体情况，如果未来出现正式合同信息、企业公开说明或者其他可靠证据，那么很多目前存在的疑问自然会得到答案。在此之前，与其不断放大未经证实的传闻，不如把关注点放在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上。演员的肖像权应该如何保护？影视 IP 商业化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当作品热度持续多年之后，演员与制作方之间的权益又应该如何划分？这些问题远比简单的谁对谁错更加值得讨论。因为一场娱乐圈争议最终能够留下来的，不应该只是情绪和攻击，而应该是公众对于版权、商业规则以及个人权益更加清晰的认识。最后也想说一句，喜欢一部作品可以一直记住，喜欢一个角色可以多年不忘，支持一位演员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越是面对热门人物，越需要保持冷静。对于网络上关于肖战与相关公司之间授权问题的各种说法，我们可以关注，可以讨论，但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不妨给事实留一点空间，也给彼此留一点理性。那么，你认为影视作品爆红之后，演员本人是否应该拥有决定自己肖像能否继续用于商业周边的充分权利？你更关注版权授权，还是演员个人权益？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内容，也感谢每一位认真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你喜欢这种理性分析娱乐圈热点的内容，欢迎订阅频道，点赞并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下一期再见。